第325章七幻青灵弦到手。在那一道道泛着各色意味的目光中，萧炎缓缓行出了炼药师公会，站在大门口，望着那逐渐暗下来的天色，略微有些愣神。这大会一结束，他全身忽然间轻松了许多，没有了那必须夺冠的压力后，他方才能够真正的松一口气。哎，这东西实在是太耗人心神了。苦笑了一声，若不是当初美杜莎女王忽然来了那么一句，萧炎也不想这么拼死累活的来参加这什么大会。想起美杜莎女王，萧炎手掌不由得悄悄摸了摸那缠绕在自己手臂间沉睡的七彩吞天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杜莎女王力量越来越强大的缘故，现在的她经常时不时地陷入沉睡。有时候在修炼之时，那时候感官最敏锐的萧炎能够偶尔地察觉到这小小身体中两个灵魂的彼此压制与争夺。唉，到处都是麻烦啊！轻叹了一口气，他没有实力帮助七彩吞天蟒，所以只能坐看着他们争斗。虽然这个争斗最后的胜利者绝对会是美杜莎女王，可至少现在的七彩吞天蟒帮萧炎取得了一些能够与美杜莎女王谈条件的资格。看美杜莎女王上次忽然出言的话，想必这融灵丹对她应该是极为的重要，而现在药方到手了，可想要将之炼出丹药，这就还必须依靠萧炎。所以现在的他至少不用再担心哪天女王陛下忽然苏醒把自己给宰了。吸了一口有些湿凉的空气，萧炎将那些纷乱的情绪抛出脑中，站在街道上略微踌躇了一下，然后便是抬脚对着纳兰家族所在的地方行去。那给纳兰杰的驱毒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夜应该便能将那七幻青灵弦拿到手，而到时候则该试试那东西究竟能否将药老唤醒了。如果能唤醒，那此次上云岚宗便是有了最安全的保护罩，而若是唤醒失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已经到了这种时候，萧炎不会因为任何缘故而选择放弃。明天还有着最后一天的空闲时间，如果可以，可惜这东西也有着反噬几率，而且已经被我炼制成了3文斗师级别的人服用，反噬效果更大。若是在这种时候倒霉的降点实力，那才是会让人郁闷。微抿着嘴，萧炎手指轻摸了摸那戒，那里面有着一枚才出炉不到半天的3文青灵丹。虽然萧炎察觉不出纳兰嫣然的真正实力，不过从那天晚上他忽然出手的凌厉气势来看，想必他的实力不会低于木战，甚至还有过之。木战是9星斗师，若是纳兰嫣然还能超过他，那么他应该便是大斗师级别了。3年之前他仅仅只是3星斗者，这才不过3年时间，他居然便是进阶了大斗师。如果排除掉我判断失误的话，那想必这3年间他应该服用过某种能够直接提升实力的丹药吧。以云岚宗的丰厚财力以及收藏，再加上丹王古河的协助，虽然这种丹药极其难得，可要炼制而出也并非不可能。不然的话，即使他的天赋同样很优秀，可也不可能比我还要快上这么多。萧炎低头沉思着，虽然老师的能力高深莫测，不过炼制那些丹药需要各种稀奇药材，凭我的能力很多东西都搞不到手，而没有足够的药材，那人老师再强悍也不可能炼制出丹药。因此这些年他一直只是在使用那种便于炼制的催化类型的丹药，比如那涂在身上极其疼痛可却能激发人体潜能的液体。可类似那种直接提升实力的丹药，老师却是从没弄过。综合着这些双方条件因素，纳兰嫣然那突飞猛进的实力倒也是让的萧炎稍稍释然了点。到时候再看吧，如果能唤醒老师，那便不用冒险服用3文青灵丹，而若是唤醒失败，叹了一声，萧炎喃喃道，那就只能拼命试一试了啊。为了这一天，我已经准备了3年时间，绝对不能容忍任何缺陷而导致失败的呀。甩了甩头，将这些有些烦躁的事情暂时的压下，萧炎抬头望了一眼，在视线的尽头，纳兰家族的府邸已经若隐若现了。缓缓来到纳兰家族门口，这几日每天都来替纳兰杰驱毒，导致萧炎也成了这里的熟客，因此那些守在大门两旁的护卫倒也并未不开眼的出来阻拦，冲着他谦卑的笑了笑，便是虚手将之恭敬的引了进去。顺着碎石小道缓缓地前行了一段距离，然后在大厅中见到了早已等待在此的纳兰杰。瞧着前者
纳兰杰笑眯眯地站起身来，对着他拱手笑道：“恭喜，现在的你可是帝都的风云人物了，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笑了笑，萧炎目光在周围扫了扫，却是有些奇异地发现，那往日一直在场的纳兰嫣然却是没了踪影。哼，嫣然回宗门去了，今天云岚宗来人催他回去。似是明白萧炎的疑惑，纳兰杰笑着解释道：“哦。”面上微笑着点了点头，萧炎心中却是泛起了一抹冷笑。3年之约到了，他自然是需要回去。纳兰老爷子，我们开始今天的驱毒吧，这是最后一次了。今晚过后，那烙毒就能彻底离开你的身体了。呵呵，这次多亏炎萧小友啦，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来找我纳兰家便是，只要我还当家1天，便是绝对不会拒绝。纳兰杰感激地笑道：“各持所需而已。”笑着摇了摇头，萧炎跟在纳兰杰身后，对着一旁的侧房行进，然后开始了这最后一次的驱毒。最后一次的驱毒，轻松的有些出乎萧炎的意料，当然他也清楚，这是因为今日大会时灵魂力量暴涨的缘故，经历了那种考验，如今他对青莲地心火的控制，无疑更是得心应手了许多。袖袍擦去额头上的一滴冷汗，萧炎手指移开了纳兰杰的后背，望着他那忽然间变得红润许多的脸庞，微微点头，笑道：“恭喜你，纳兰老爷子，那烙毒是彻底离开你的身体了。”说着这话时，萧炎嘴巴略微有些苦涩，烙毒的确是离开他的身体了，可最后却是又跑进自己身体里了。呼，纳兰杰长长的吐了一口浊气，这次的浊气中再没有了往日的那种黑色分子，想来真如萧炎所说，那烙毒是被彻底清除了。大恩不言谢，老夫我知道炎萧小友是冲着那七幻青灵弦来的，可我的命也不是那棵草能比喻的，我纳兰杰向你承诺，日后若是有机会，必报此恩。缓缓站起身来，那兰杰对着萧炎沉声道，看那模样，竟然是极为认真。笑了笑，萧炎不置可否。啪啪，那兰杰忽然拍了拍双手，片刻后，那紧闭的房门被推了开来，一名侍女手捧着一个用玉质花盆装成的植物走了进来。当这株植物出现之后，整个房间之中立刻弥漫了一股令人心神安定的淡淡异香。闻着异香，萧炎的视线瞬间停顿在了他手中的那株植物之上。这株植物整体呈青色，看上去宛如一块上好的青玉所雕成一般。在植物顶端，一朵拥有着7种颜色的花朵正徐徐地盛开着，而随着花朵的展开，萧炎有些惊异地发现，那7种颜色竟然也是在逐渐地转换着，看上去极为绚丽。炎萧小友，这便是那7幻青灵弦，据说用炼药师的火焰将之提炼成液体，便是能够使得那些衰竭的灵魂快速恢复。当年为了弄到它，可没少费我的力气，中那烙毒也是因为这摘取这东西的缘故。那兰杰笑道。强忍着内心的激动，萧炎微微点了点头，舔了舔嘴唇，不使得自己太过忘形。哼，炎萧小友，既然你已经将我治疗痊愈，那么这东西便属于你了。虽然忍得很好，不过却依然并未瞒过纳兰杰这老狐狸。后者笑盈盈的道：“多谢了。”对着纳兰杰感激的拱了拱手，萧炎不再忍耐，上前2步，从侍女手中将之接了过来，目光激动的上下打量着。这7幻青灵弦虽然能够装在那戒中，不过每天你都必须让它晒1个小时的太阳，否则就会自动枯萎，你可要切记了。纳兰杰提醒道。闻言，萧炎点了点头，这才敢将7幻青灵弦装进那戒，转过身来，对着纳兰杰道：“纳兰老爷子，今夜我还有些事情急着办，既然你这里已经完毕，那在下便先告辞了。”啊，这么快？纳兰杰一愣，想要挽留一下，可瞧得萧炎眉宇间的那股急切，只得咽了挽留的话语，笑着点了点头，道：“以后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来找我。”呵呵，会的。笑了笑，急切的想要唤醒药老的萧炎，对着纳兰杰拱了拱手，便是转身，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间。房间内，望着那心急火燎的萧炎，纳兰杰也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还打算宴请一下对方，打牢点双方关系呢。